我7岁那年，爸爸车祸去世，妈妈嫁给了初恋，我成了自己家里的孤儿。第一次共进晚餐时，继父理查德宣布了新规则。从今晚开始，他说，这个家里所有东西都5-5开。我吃了一根多余的肋排。然后他看着7岁的我，告诉我这顿饭欠他$300。我瞥了眼季姐蒂芙尼，她正开心地啃着肋排。蒂芙尼也吃肋排了，为什么她不用付钱？因为蒂芙尼是我亲生骨肉，理查德平静地说，我爱她。她有资格做我真正的女儿。我看向妈妈，她毫不停顿地继续说，你妈妈是我妻子。我爱她，所以她也能享受某些特权。你和我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之间没有纽带。我没有义务养你。为了推行理查德的家庭 AA 制，家里的每样东西都标了价。价目表贴在冰箱门上。苹果每个$1，牛奶每盒$2，剩菜每份$0.5。妈妈和蒂芙尼有特殊待遇，他们可以随时开冰箱。我想开冰箱，但没钱。理查德声音冰冷，没钱还想吃饭？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假装让步，好吧，先记你账上，然后你和埃莉诺签份个人借款协议，按高风险利率计息，日息1/1000，利滚利，直到你18岁。成年有收入后，你必须还清每一分钱。于是我每一瓦电，每一粒米都被记账，甚至理查德和妈妈带蒂芙尼度假的钱。因为那套家庭 AA 制，到我长大成人时，已欠下$60多万。为了不让债务飙升，我过得极其节俭。我甚至在垃圾里捡蒂芙尼的旧衣服旧鞋，有时不得不到街上讨饭。有一年冬天，流感肆虐，我发烧了，体温计显示快40°C，我烧得像块滚烫的炭。当然，理查德和妈妈第一件事是拿出账本，用计算器一顿猛算后，他们打印了新的借款合同。克洛伊，你可以去医院，但你要明白医疗费用是无底洞。挂号、验血、打点滴，轻松超过$1000。克洛伊，你和你爸妈说好的，家庭开支分摊。个人意外开销，比如克洛伊发烧生病，是自费的，但我付不起自费，所以我又和理查德妈妈签了份借款协议。理查德和妈妈最终没带我去医院，去急诊太贵，理查德说，浪费资源。他开车到当地药店，买了盒退烧药和一些便宜的消炎药，总计$15。理查德拿着药走进我房间，妈妈跟在后面。克洛伊，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不是说我不关心。这钱是我垫的，加上我时间的$5服务费，总共50。他把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递过来一张纸和一支笔。先签借款协议，签了就能吃药。但我烧得厉害，眼睛都睁不开。妈妈，我声音嘶哑的低语。他别过脸去。签了吧，克洛伊。签了吃药，你会好受点。我强忍着高烧的不适，手在颤抖。我在借款协议上潦草地签了名，但刚签完，蒂芙尼的声音就从门外传来，爸妈，我手指划破了，好疼。妈妈像弹簧一样跳起来，冲向厨房里的蒂芙尼，她声音充满了惊慌的担忧和温柔。怎么啦，宝贝？天啊，让妈妈看看，流血了吗？理查德，走，带我们宝贝去医院包扎，打破伤风针。这种伤口可大可小，不能感染。听着外面理查德匆忙发动汽车的声音，我躺在床上，泪水滑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烧到40度，只得到$50的药，还要被迫签借款协议来付钱？而蒂芙尼手指上只是道浅浅的口子，就能免费去急诊打破伤风针。蒂芙尼，家里的虫，看到了我眼里的疑问，他咧嘴笑了，因为我是爸爸的亲生女儿。他爱我，你妈妈爱我爸爸，所以连带他也最爱我。因为蒂芙尼是理查德的亲生女儿，她得到了他们2人的爱。
我只是妈妈的血脉。所以，我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不是回忆，是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冰冷刺骨。我在学校没时间交朋友，即使 SAT 考试临近，我也利用每个午休时间捡易拉罐，帮同学跑腿，在体育馆后面替不及格的学生写作业，每签字$5。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捡塑料瓶时，蒂芙尼和他的朋友会把我堵在砖墙边。蒂芙尼从校服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那是我2天前为下月卫生巾签的借款协议。看吧，我说了，句句属实。克洛伊连买卫生巾都得向我爸借钱签借据，他已经欠我们家60多万了，而且还没成年，完全是个赔钱货，一分不挣，花钱倒厉害。谁知道他还把钱花哪儿了？说真的，跟他待久了，你的钱包说不定就不见了。蒂芙尼一直拿我当八卦谈资，窃窃私语围绕着我，我脸上发烫。随着每个秘密被公开，蒂芙尼让我恨不得立刻消失。眼睛发烫，我伸手去夺借据，但蒂芙尼举得更高。后来，他不止到处展示，还把它贴在了学校主公告栏上，让大家都看看我们的优等生到底是什么人。成绩好有什么用？他已经欠60万了，骨子里的垃圾。那天下午，我成了全校的笑柄，卫生巾乞丐成了我的名字。老师把我和蒂芙尼叫到办公室，他是个正直的人，他严厉批评了蒂芙尼的不尊重行为，然后打电话给家长。理查德和妈妈都来了，理查德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副体面绅士的样子，一进门就向老师道歉。但当老师委婉提到保护女孩隐私和满足其基本需求时，理查德扶了扶眼镜，笑了。老师，我想您误会了，这是我们家庭财商教育的一部分。克洛伊一直缺乏财务责任感，分摊制和借款协议都是为了叫他自力更生，为现实世界做准备。老师一时语塞。办公室外，走廊僻静的角落里，理查德和妈妈礼貌的笑容消失了。理查德看了眼手机，妈妈立刻会议，向我发难。克洛伊，就因为你学校这点事，理查德和我不得不请假。理查德时薪$500，我时薪300，加上50汽油费，这是你欠的$850。妈妈迅速记下数字，这都是你的错，你给你爸和我造成了不必要的时间成本。于是我的债务又增加了。回家路上，蒂芙尼开心地牵着理查德和妈妈的手，只有我落在后面。蒂芙尼突然转头朝我做了个鬼脸，咧嘴一笑。那天晚餐时，妈妈突然捂住嘴，冲向洗手间。理查德愣住了，随即眼睛一亮，叉子哐当掉在桌上。埃莉诺，他冲到洗手间门口敲门，怎么了？难道？这个猜测很快在医院得到证实。42岁的妈妈怀孕了，她怀了理查德的孩子。妈妈抚摸着肚子，脸上洋溢着幸福。这个爱情结晶的到来让理查德和妈妈心情大好。理查德看着我，为了确保我们的新家庭成员有个最好的人生起点，我们需要重新分配资源。所以，克洛伊，你的房间可以作为你未来弟弟的婴儿房。我心里一沉，那我住哪儿？理查德敲敲桌子，指向阳台。我和埃莉诺商量过了，我们把阳台那个角落封起来，给你放张折叠床。阳台？那是个冬天漏风，夏天暴晒，连个正经遮挡都没有的地方。我哭起来，理查德和妈妈却不为所动。他们满口要求我懂事，语气毫无商量余地。新成员要来了，我们家开销的收紧。克洛伊，你快高中毕业了，完全可以像成年人一样工作。明年高中毕业后就别想大学了。你打工还欠你爸和我的钱。不，我必须上学。老师们说，教育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激烈争辩，但妈妈生气地打了我一巴掌。理查德和妈妈把黑色皮质账本和一叠有我签名的借款合同扔到我面前。搞清楚，
你不是理查德的孩子，我们家没有义务养你到成年，尤其是在实行 AA 制这么多年后。你欠我们多少钱，自己不知道吗？你已经是个沉重的负担，完全是个赔钱的项目。我捂着脸，看向沉浸在怀孕喜悦中的妈妈。妈妈，你忘了吗？我也许不是理查德的孩子，可我是你的女儿。但妈妈只是低头抚摸孕肚，沉浸于怀了理查德孩子的幸福。长久的沉默后，妈妈在我怨怼的目光中不安，终于抬起头，仿佛做了决定。克洛伊，别怪你爸和我。养孩子开销太大，你弟弟还没出生就需要奶粉钱和教育基金。你也不小了，该懂事了，帮衬着点。再说，你已经欠了我们一大笔钱。我眼眶发红，难以置信地看着妈妈。我终于明白，在这个家里，我不过是个欠债的外人。我默默转身收拾行李。妈妈和理查德的孩子还没出生，但为了显示他们有多珍视这个亲骨肉，他们决定提前准备婴儿房。于是，他们提前把我赶到了阳台。住阳台的第一晚，我又病倒了，发着烧。即使窗户锁着，风雨还是从每个缝隙钻进来，就像睡在潮湿漏风的冰窖。每晚，我不得不裹着2条毯子才能入睡。一天夜里，我渴醒了，想去客厅倒杯热水。走进客厅，我看到茶几上有盒没吃完的樱桃，个大，深紫色，散发着诱人的甜香。旁边是理查德留的便条。亲爱的，这些有机樱桃给你补充能量和光泽，特别是给小宝贝补充维生素。$40一磅，别让外人碰。那个外人自然指的是我。我看着那盒樱桃，心里响起一声冷笑。就在这时，主卧传来低语：水，给我倒点水。理查德出差了，蒂芙尼照例在朋友家过夜，今晚他们都不在。我推开门，妈妈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闪着冷汗。怀孕让她很辛苦，夜里腿抽筋了，又渴又痛。看到我，她理所当然地说：克洛伊，聋了吗？我叫你半天了，没看我难受吗？给我揉揉腿。现在，抽筋疼死了。我默默站在床边。妈，凌晨3点了。我冷冷看着虚弱的妈妈。这是非服务时间，夜间护理服务费加倍。妈妈瞪大了眼，仿佛不认识我。你说什么？因为我从未违逆过理查德和妈妈，也从未用这么冰冷的语气和他们说话。那一刻，妈妈觉得我完全陌生了。克洛伊，我是你妈，我还怀着你弟弟，让你揉个腿而已，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母女也得明算账，你在我这儿没有母亲特权，这正是你和理查德教我的。我开始像他们一样算账，一切都折算成数字，一切都有价格。倒水$10 ，15分钟腿部按摩，起价50，因为是加班，加收30，总共$90。妈妈气坏了，抓起枕头砸向我。我冷冷侧身躲开，枕头掉在地上。当然，如果您想让我捡起来，妈，那再加5块。我面无表情地又记下一笔。那个顺从的孩子早已消失。妈，您可以拒绝，毕竟疼的是您，而且您肚子里怀的是理查德的孩子，代价得他来付。说完，我转身要走。等等！妈妈尖叫，一手护住肚子，仿佛保护孩子。疼痛让她额头冒汗。行，倒水，揉腿，就记我账上。我嘴角泛起冷笑。抱歉，妈，您没工作，我没法给没收入的人赊账。我利润薄，不做慈善，先付钱，后服务。面对我突然的转变，妈妈气得发抖，但腿上的剧痛是真实的，她不得不掏钱。我收了钱，然后按约定倒水，走过去，掀开被子，开始按摩她的小腿。我的心如一潭死水，不起一丝波澜。从今往后，在这个家里，没有母亲，没有女儿，只有客户和服务提供者。我不再渴望理查德和妈妈享有的特权。自从他们把阳台变成我的，
房间，我开始算账，精确到细节。我宣布对这个空间拥有专属权，未经我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也不得存放任何私人物品。理查德和妈妈骂我白眼狼，我不在乎，